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我们今天不介绍电视，不介绍音响，是要来开箱我手边的这台 LG 的除湿机哦。好，那目前呢，我手边的这一台是 LG 他们家一个18公升除湿机的一个模型啦。那我自己的话，我是买一个他们家19公升的这个 Object 系列的奶茶色的这个旗舰的除湿机，放在我家里面做使用哦。所以主要呢，我会买这台 LG 除湿机的原因在于说，因为我家住林口嘛，那房间的大小大约我用这个就是雷射的这个测距仪测过，大约是4坪出头左右。那我原本其实我用一台台湾威技比较小的这种6公升的除湿机啦，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很懒，所以那个6公升的小的威技除湿机，它就是常常水会满，那我又懒得去倒它，所以变成说我其实很常没有去开它这样子。所以呢，这次呢，我就想要说，我就干脆懒人就做到底，我就一次买这个水箱买大一点，然后公升数买大一点，然后因为我人很懒嘛，所以基本上我就想要透过手机，透过 APP 去遥控它。那其实我之前呢就已经有使用过这个 LG 家他们这个 ThinQ 的 APP 去操控电视。我觉得就操控电视当做电视一个遥控器上面来讲， LG 他们的 APP 整个的反应速度，然后跟功能操作 APP 的稳定度来讲，我觉得是还不错。所以呢，加上其实我看网络上大家目前在讲除湿机，因为其实我自己选的话，当然我看网络上好像大家都推30嘛，那 LG 的话好像也说它也是蛮安静的。那我就想说，要不然这样我就买一台自己来用。好，那说到林口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恐怖的电影叫做《迷雾》哦，它就是说，就是男主角他们被困在一个这个超市，被浓雾困在一个超市里面。那这个浓雾里面就会跑出各种的这种外星怪物，然后就是这当中当然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最后结果就是说男主角他跑出了这个迷雾里面这样子。那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林口啊，它那个雾真的很浓的时候，我以前都觉得那个电影演的都是很夸张，都是唬烂这样。但是直到因为我以前住台北，但后来我现在搬到林口了。那林口雾浓的时候，那个真的是跟那个电影演的一模一样，就是你开，就像我常常开高速公路回家哦，如果你从南崁方向往北开，你深夜开的话，你只要经过那个上坡，你常开国道1号的人都知道，那个浓雾是超级浓，你几乎都快看不到前面车子的尾灯了。这样，那你下了这个交流道之后，你在这个文后啊23路开啊，我跟你讲，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前面红绿灯底下的行人走过去的。所以你每次在林口晚上开车，雾很浓的时候，其实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湿气整体来讲，我觉得当然是比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就是湿蛮多的，因为像我自己有在打桌球，在打乒乓球嘛。那我打桌球以前我在台北打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说，像桌球，我跟你讲，它那个胶皮是有粘性的，那你打球的时候，那个粘性会很影响你的手感。那我在林口打球的话，我没开除湿机的话，那个桌球球拍一拿出来，我手一摸上去，那整个都是很滑哦，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也想说，借这个机会买了一个新的除湿机。那我希望这个除湿机有些功能可以把我的球拍或我的球带烘干，因为我每次打完球，那个因为你会流手汗嘛，那球拍就是上面会有握柄，上面会有一些汗，那个其实不太好清。所以呢，就是接下来我会就是开箱这个 LG 的除湿机啊，我会提供一些我从1月中到使用到差不多2月中这中间所有的一些心得的分享，还有多耗电啊那种用电的数据这样子。好了，那首先介绍一下，就是 LG 他们家这个系列的除湿机啊，都是采用这种压缩机式的，就是然后是1级的能效。首先压缩机是什么意思呢？就除湿机大家知道，就是有这种除湿轮式跟压缩机式啊，但是你现在大部分看到可能压缩机式的比较多一点这样子。那它的原理就跟冷气很像，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冷凝的结构，那你的空气进去到这个冷凝结构之后，你的水汽就会凝结，那凝结完之后就收到你的水箱里面。好，那1级能效是什么意思呢？1级能效讲的是说，基本上你只要看到1级节能的标章，
那它就是政府认证的这个省电的资优生、省电的乖宝宝这样子。那以我这个我家的这个，我记得它型号叫做 PC10吧，191 PC10，它在它上面的规格表写说，它的一个千瓦时就是1度电，它可以除2.65公升的水哦。那基本上 LG 它这整个除湿机的系列的外观啊都是一样，就是它的长是接近41公分，那它的深度是30公分，然后高度是71公分哦。那整体的是属于比起一般除湿机来讲是比较瘦高型的啦。加上其实它的底部是30公分。但是你到最上面面板的时候，其实它接近20公分，所以它整体上是属于一个底下胖，上面比较像是锥体的感觉。那在空间的摆放上，我觉得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占空间，因为它是瘦高的外形嘛，这样子。那另外再讲说，因为它71公分的高度，71公分是什么概念？就是基本上我178公分，那我去推这台除湿机的时候，我不用到特别的弯腰。加上你可以看到它除湿机的上方还有做一个把手，以及呢它底下有4个万向的滚轮，所以你不管是在假如说你把它左右推啊、前后推，甚至顺时钟、逆时针的旋转，我觉得都算是非常的滑顺。那这点其实是大家可以到你只要任何有展 LG 除湿机的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玩玩看、实验看看的这样子。好，那在介绍这个它的正上方的操控面板之前，我觉得我们现在讲几个除湿机，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呢。那第一个，我觉得除湿机最重要的就是水箱。为什么？因为像以前的那个台湾威技的除湿机啊，它比较小台，然后呢，它的整个的水箱的设计啊，它的那个水箱的把手的点设计的很低，所以我在拿的时候，我常常就变成说，我腰要弯到很弯。或者说我几乎整个要半跪下去，我才能去勾到那个水箱的把手。那另外它把手的那个钩啊，也设计得很浅，什么意思？就是我手指抠进去，我大概就只有手指的1-2节，就是可以放进去。那变成说你在拿水箱的时候，你就有点像在锻炼指力，你知道吗？就是虽然它的6公升的除湿机水箱已经不是很大，但是我在拿的时候都觉得说，我一个男生这样拿起来其实是蛮痛苦的，因为第一个你腰要弯很低，或你要跪，然后你的手指又承受一个水满的时候承受蛮大的力量这样子。那现在 LG 的这一款的系列的水箱的设计，我觉得就好蛮多的。那先不讲说还有5公升的一个大容量，因为5公升的大容量，我觉得其实你用到大概4800毫升、4700毫升，它也大概水就满了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它的水箱设计是设计成提环状的，那提环状的就是我觉得整个这样拉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那你水箱在半满状态的时候，你有这个提环状，其实拉起来是蛮省力的。为什么？因为像一般的除湿机，你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沟槽很小嘛，所以你可能就手指就只有1指、2指2个指节进去。但是如果是提环状的话，其实你是整个手臂在拉的。所以，就算它现在这个水，就算整个到将近5公升全满的状态，我觉得倒起来也算是不会是很困难的一个状态哦。但是我建议说，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其实你还是在半满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倒，因为对女生来讲，我觉得半满的时候这个重量也是有，你看2.5公斤也是有一个分量。好，那这个水箱的设计，第一次用的人可能看不懂，因为像我就是我第一次用，我也没看说明书，我也看不懂。基本上的水箱啊，它有你会看到有2个盖子，一个是靠近机身的这一侧的，那一个是靠近机身外侧的。靠近机身这个外侧这个盖子是完全打不开，因为像我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就在那边一直抠，想说，因为倒水好像抽出来之后感觉往外倒很合理这样，但其实不是，它的倒水是在它的靠近机身的这一侧，就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好，那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讲说，他说倒水的时候啊，他在倒水嘛，然后水就会好像流着它的边边，沿着它的边边流下来，就是会滴到他的手。但实际上我在倒的时候，我觉得它正确的倒法应该是，为什么它会就流到它边边？因为它的角度下面的下倾的角度给太小，什么意思？像我倒的话，我就是抽出来嘛，我可能左手拿着，右手扶着底部，然后我到厕所，我就直接这样往下倒。你在这样倒的时候，水就会直接全部下去这样子。
所以你角度给大，它基本上它的水都会是全部往下的。然后我接着要再讲一下，就是说除湿机的这个水箱的放回去 ，LG 这一款也是做的很简单，因为像以前我那个微机的，我有时候我到这边对来对去的嘛。那这款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放回去的秘诀，就是你会看到水箱底部它有一个算是凸起的这个扇形的弧线，你把这个弧线对准这个 LG 底下这个沟槽，那接着就很简单就放进去了这样。其实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直觉，非常简单。我在这边弄个几次都可以一下很顺利的就把它弄进去了这样。然后另外讲一下说，这个水箱如果你要清的话，它在它的两侧会有一个白色的按钮，你把它打开之后按进去，它这个头就可以整个起来。就是如果你要清洗它整个拿来清的话，这个是可以打开的。那放回去呢，非常简单，对一下，对，没对好。好，那接着呢，我们讲完了水箱，就要开始讲到水箱的这个两侧。水箱两侧呢，它这个是给它一个，像我现在因为这个是模型，所以我没有电源线，它这边就是给它做一个电源线的缠绕，就是它不像有些你看到吸尘器，它会有那个电源线抽出来，它要自己吸进去这样，它没有，你要自己去缠。然后接着我们再往上看哦，你看到这边，这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滤网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整个，像我现在这样应该不太好弄，但你可以把它抽起来，然后再把它合进去这样。那你可能看到坊间有些除湿机在主打说它是有一个空气清净的功能，那 LG 其实它这个系列，它有做一个外挂式的 HEPA 滤网，我记得不到2000块吧。就如果你想要顺便清净空气，你可以挂上去。但是我个人的话是比较不建议啊，因为它影响它的一个进风的效率，就是因为你风阻变大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的除湿的效率就会变低哦。这样，加上你外挂滤网，其实你没办法像 LG 他们家有出空气清净机，你用 LG 他家的空气清净机，你是可以直接看它的滤网的干净的状态，就什么时候要换，它会来做一个算是提示。好了，那这部分就是 HEPA 滤网部分，就让大家自己考虑这样子。那接着我们要讲到说，再往上看，你会看到有一个这个旋钮旋盖，这个旋盖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哦。我跟你们打开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家有附上这个配件，这是一个伸缩软管，然后它整个身长大概加上头啦是80公分。那这个东西是要干嘛？它的东西就让它这个可以整个旋上它的那个除湿机，然后呢，它的除湿机有一个叫做烘鞋、烘衣的烘衣柜的模式，就是它原本的风都会从它的上方的这个风扇口走，但是如果你开了这个烘衣或烘衣柜的模式之后，它那个出风口就会关闭，那它的风就会全部干，就是干的风嘛，就你除湿完干的风就会全部从这个软管跑出来。那看你是它这个头是给鞋子用的，因为鞋子有2双，你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鞋子上面。那另外一种就是要用这种。可能就是衣柜的头2个去做交换，因为你放鞋子的，可能你不想要碰到你的一些衣柜的东西，就是很脏嘛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呢，我是本身觉得这个伸缩软管80公分是有点短，因为其实你一接上去之后，你会看到其实它的垂的角度，就是它是有一点吃到它整个，就它没有碰到地板，它本身是有点没有支撑的感觉这样。然后我觉得也许在增长的20、30公分，我觉得会更好用。那另外对于烘鞋来讲，就是当然你说 LG 它这个底下有滚轮，然后就有提把，有这个推把，很方便。但其实你那么大的一个除湿机，你要拖到你的门口去除湿鞋子，我觉得大部分状况还是蛮麻烦的啦。因为像我自己，我也不会那么做，因为你要推到这个摆放鞋子的地方，有时候你从房间推过去就很麻烦嘛，然后你轮子还会沾到一些脏东西，我不喜欢。所以我是觉得原厂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烘鞋盒的配件，就是你把除湿机移到鞋子的地方很麻烦，你把鞋子移到除湿机的那个定位的地方总是简单一些吧。那你就是怕脏嘛，所以就拿一个烘鞋盒，直接让这个软管直接接到那个烘鞋盒就可以去做烘干。我觉得这其实是 LG 可以去做的一个东西啦，就真的是很方便这样。好，那我们接着讲完了它所有的一个结构之后，我们来讲到它正上面的面板。其实它正上面面板非常简洁，从左边看到右边，
第一个是电源按键，这不用多讲。第二个是模式，那模式有5个，我记得是智慧，然后是快速除湿、静音、烘衣，然后还有一个算是第4个是这个烘鞋柜、烘鞋子，然后第5个是烘衣服这样。那基本上我会用的话，我只会用第一个就是智慧模式，跟睡觉的时候用静音模式。那烘我的这个运动的球袋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烘鞋的烘衣柜的模式这样。那简单讲一下，智慧模式就是讲说，反正你就设定一个湿度，那它超过这个湿度，它就开启压缩机；那没超过，它就通风嘛，这样子。那快速这个除湿，反正就是火力全开，然后就让它赶快达到你要的湿度。静音除湿呢，就是它的声音会变比较小，那风速也变比较小，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讲说 LG 的除湿机很安静，就是在讲这个静音模式。那这个烘鞋子刚刚讲过了，那烘衣服的话就是说，它上方的这个通风口啊会做摆动，那它让你说你可以衣服摆一排在上面，然后它的这个出风口会摆动嘛，你就可以一直用干的风去吹你的衣服这样。但我觉得用的话是用的比较少啦，这样子。那接着呢，我们再讲到说它的按钮的部分，就是刚刚讲完模式，然后接着右边它会有一个上下按键，这个就调整它的整个的一个湿度。假如说它是以5%来做一个跳动，假如说80%、70%、65%、60%。接着呢，它还有一个风速，然后预约关机，奈米离子，然后还有一个 Nano 灯 ，Nano 的 UV 灯这样子。但其实这些按键啊，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你用这个 LG 的 ThinQ APP 跟它配对之后，基本上我就不会再去触控它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你像一些调整那种预约开关机的啊，你用按键去按，它的很多按键是复合式的，什么意思？假如说某个按键长按3秒，你就跳入一个选单啊，再长按另外一个按键3秒，你就跳入另外一个选单。我正常人我根本不会记得那么多，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用这个 APP 去做一个所谓的就是像预约啊或者一些模式的调整这样。好啦，那接着我们看到刚刚讲到这个奈米有一个按键是奈米离子跟这个杀菌 UV 灯嘛。奈米离子是什么意思呢？就讲说这台除湿机它会分解出，我看他们大部分奈米离子的杀菌离子就是说电解水啦，电解水之后会有氢氧根嘛，那这个氢氧根就可以杀菌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些文献讲说这个离子杀菌其实没有很有效果，那甚至有些杀菌是因为它电解这个氢氧根的时候要产生臭氧，然后去做杀菌。但是不管，反正它有这个功能嘛，然后加上说它还有一个这个 UV 灯紫外线灯杀菌的功能。这个紫外线杀菌它就有经过德国莱茵的认证，就是说它里面的风扇在转的时候，在送风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 UV 灯一直在照着它内部的这个风扇。那紫外线灯杀菌，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认可的，这样再加上德国莱茵有认证过，所以我觉得也还算是不错的功能啦。就是因为除湿机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个冷凝器或风扇久了会不会发霉或是臭臭的？那 LG 它提供这个功能，就是让吹出来的空气它闻起来就是起码会是干净的味道这样。好了，那其实，在 LG 的那个APP 里面呢，我们刚刚讲，除了说一些模式的切换，然后还有一些风速的调整之外，我觉得它更实用的去做所谓的预约，什么意思？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你预约如果你是从那个面板上面按，其实你很难按。它有2种预约，一个预约就是说我现在开了，我2个小时之后关机，那这种不用讲，我觉得用按键可能还算 OK。另外一种重复的设定，什么意思？就像你闹钟一样，你可以设定说每天晚上的10点自动打开，每天早上的6点自动关闭，然后它每天是可以重复去进行这个动作的。所以这种设定你去透过手机，它其实设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哦。然后接着在手机 APP 底下就可以，你可以去开关这个奈米离子啊、杀菌的这个 UV 灯，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水箱的灯光，就是你晚上起床的时候，你想要看一下这个水满了没，你就可以开一下这个水箱灯，那你就看到现在水满的状态这样。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功能是关于一个安全性的诊断，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觉得说这台除湿机它哪里有点问题，然后怪怪的，你在它的 ThinQ APP 里面就可以去开启一个这个叫做智慧诊断的功能哦。
那基本上它这个智慧诊断，它里面的 sensor 非常的多，我看它的一些关于电压、马达或压缩机、散热片，它都有这个感应器在里面，那你就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这样。那也很多人用除湿机常常会很害怕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除湿机在家里面长时间的开，你会怕它就如果不安全的话会烧起来。那 LG 它有针对这个，还有说一个，它官网列一个30项的这个安全措施，但我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就是在压缩机，它在主机板，然后还有在它这个马达部分，它都用一些这种隔绝防火的材料来做包覆，就是万一今天有某一个部位失火，它是不会影响到其他部位的。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好，那最后呢，就是说我这几个礼拜使用下来一个用电的这个数据的分享。其实，在 LG 的这个 ThinQ 的 APP 里面，它也有一项叫做能耗监测。你可以看到你每一天，然后是你每一个时段，它用了多少的电这样子。像我自己我讲一下我的使用习惯啦。我在林口的话，我一开始看到它湿度就是爆表，就是80%以上嘛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也因为你1月中的时候很冷，你也不会用冷气，所以每天就是除湿机一直开。我除湿机就是一直开，假如说我打完球，我就是放那个烘鞋的模式。那烘鞋模式我可能我每天去上班上8个小时、10个小时，我回家之后我就开智慧的模式，我就每天这样一直循环。那当然，压缩机式的除湿机它就是有个小缺点，就是说你温度太低的时候，它会自动进入除霜模式。那除霜模式的时候，它就只有送风压缩机是不运作，但这样运作下来啊，其实我的湿度都设定在55%，然后这样 run 下来 ，run 1个月之后，我觉得每天的平均的用电度数大概是4度啦。因为你在就是烘鞋子或烘衣柜的时候，它的压缩机是一直启动，所以我每天如果这样子烘的话，每天压缩机也跑了，我觉得起码10几个小时都绝对是跑不掉的这样子。然后顺带一提的就是说，它这个 LG 的除湿机也有说假如说它运转24个小时之后，它会强迫让它的这个压缩机冷却1个小时，然后再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运作。这样就是它有一个安全的，就是你可以说它的安全的自我的保护机制。这样，好啦，那就是我觉得以林口这样的湿度来讲，我觉得这样耗电还算可以接受啦。那最后结论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很懒的人，因为我真的很懒，所以就是我会强烈推荐一下你试一下这种就是有 WiFi， 然后 APP 写的不错，然后算蛮智慧的一个除湿机哦。因为我基本上每天手机是不会离开我的身旁，然后像我有时候我睡觉前就是因为我睡觉前，假如说我还是在就是烘我的球袋的模式，或者是我那时候开什么快速除湿之类的，那时候声音很大嘛，然后我在床上睡就觉得很烦。这时候我拿我手机直接把它调成静音模式，它就变安静了。我就不用说我整个人还要说，我原本是坐着或原本是躺着，然后我还起床走到它前面，我在那边一直按，就是有时候真的多了这一种贴心的一个小举动，你就会觉得生活好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子。还有每天出门之前呢，像以前都还要去看说，你家里面电器有没有关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像现在就蛮方便的。我除湿机，我基本上我出门我根本不用去看它，我就开车到公司，我拿手机检查一下，除湿机好像现在模式还是在烘衣，还是在干嘛这样子。那我想换个模式，我就直接切换，或者是我不想用，我就直接关机。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了这台除湿机之后，像我现在打球，也就是你知道球拍有烘之后，那个摩擦力都变得不一样，所以打起来也是整个生活品质，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啦。然后晚上睡觉也就是比较不会鼻塞，因为空气比较干嘛，这样子。所以推荐各位懒人、各位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他们LG家的除湿机啦。好了，那这次的这个LG的除湿机的开箱就到这边了。我是 Alan。那原本是想做一个这个就是货物税啊、什么退税的教学，在这次把它讲完，但是因为录了这个篇幅比较长，我们就下一次把它特别找一集来把它讲完吧。我是 Alan，我们下次见，拜拜。